天启、萧瑟前来问剑。列国剑法，萧瑟带着9把剑来，竟是为了用列国剑。萧瑟选的剑都是1等1的好剑，只不过这9柄，谢先生觉得还够用吗？那得看这个列国剑到了哪一层境界。来的居然是你！你的那位拿新剑的朋友呢？新剑一瞬，应该留给最纯粹的比试，他无需来。我与你一战。列国剑法破风境，没想到此生还可以再次见到萧氏皇族占得天下之剑，荣幸之至。去往之何处？空将一剑行。再来！列国剑法确实不错，但只是破风还是不够。那就让你再看看这条金龙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萧瑟太会无双城的飞剑术？不，这不是飞剑术，那6把剑只是为他的剑上的陈皮。我若是没有猜错的话，这是金龙镜。报君黄金台上意，提携玉龙为君死。好一条金龙！金龙诀，果然不同凡响。我已出金龙，也想见见先生的国殇。如君所愿。就是这一剑，无双就出在这一剑上。天时对兮，威灵怒；炎杀尽兮，气元也。对，你个老匹夫啊！在家躲了10几年不出来当缩头乌龟，自以为练成什么绝世神功就跑来天启城找茬，这事跟你有关系吗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问见天启，天启答应了吗？你撒天启城的牌匾，我们萧家人同意了吗？这不是雷无节的骂剑诀吗？唱什么悲歌？就你凄凉，就你苦闷，就你难受，天底下的人谁好过了？我呸！你个老匹夫，赶紧给我滚！谁都知道你是来找谁的，你那个师妹不也就够了？哼，这凄凉之意居然就被破了。你还不让我骂？我就骂你，我就骂你个没种的胆小鬼！喜欢一个人和他是不是天下第一有关系吗？有关系吗？我说够了！他把义父惹怒了，可这一剑，并不是凄凉，而是愤怒。我赢了吧？你很好，这么多日来，你还是第一个逼我用出这一剑的人。
是李魂，他终于踏出了那座城。什么是李魂？凄凉剑最强的一剑，能出李魂，说明洛清扬已经入了神游玄境。剑心一瞬。 萧子，你这家伙怎么不等我自己偷偷跑来了？是想抢我大好的扬名机会吗？养剑3日，剑心一瞬，这一剑很强，但是你还有第2剑吗？天启四守护之东方卫，青龙雷无极，不退！ 天启四守护之西方卫，白虎击旋，不退；天启四守护之北方卫，唐泽，不退；天启四守护之南方卫，朱雀，司空天禄，不退。既然你们都不退，那就去死吧！轻轻蝴蝶恋你，春风跨雨小天气。 秋雪不闻梅雨淅，飞花翠江断戈壁。初出茅庐青涩不可及，鸿鹄展翅苍茫逝去。无所谓是个错综不惧，我天际皆青丝的谜题。起落困境里蜕炼出豪汉勇气，不忘江湖路上历练成功侠义。花一笑便是灵犀高歌行万里。 梦逐浪入城，真心镌刻年轮。月光归曾遇伤痕，想当才算人生。方寸间棱角激扬青春，我岁月过人。天涯凌云间所能是你我并肩又一程。 乃绝世剑仙洛清扬，我要问剑，可有不服？哈哈哈哈！我不服！我不服！ 已经拒绝了，为何此刻如此重要？如此少年，杀了确实可惜。我还没死。 占天下之心，不如守天下之志。看来是我狭隘了。是什么东西？是有一剑划破长空。什么样的剑能有这样的威力？莫非是又来了一名剑仙？ 那是天斩剑，10大名剑之首。怎会如此？
城主想无事伤势，继续一战，至少有一半人会死。这样你想带的人就带不走了。现在轮到你做选择了，顾简宪、洛清扬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怎么会这样？大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宫内传来消息。 陛下驾崩了。什么？是洛清扬？我刚才感受到九河剑出手凶厉，的确是为了杀人而去的。但是在皇宫之内遭到了一股极强的力量阻拦，并且折返回来。明德帝或许没有死，或许被其他人杀了。重儿。 无论此事是真是假，我们必须马上离开，回白王府。为什么？你看下面的洛清扬，看他的眼神，我从未见过洛清扬这个模样。莫非是他刚才耗力过多，所以已经走火入魔？他若入魔，定会杀死我们这里的所有人。殿下。 到这里便足够了。今天的天启城还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夜晚。他已经入魔了，快点离开这里吧，先生。有一会儿天启城有乱，求您先去救天启城，无需管我。你说什么呢？ 请先生答应我，先救天启城。师兄，你来了。回阴宫，宣妃娘娘来了。 来了，来了就好。就是来的有点晚。我差一点就成功了，别说了，我好像很没用一样。你知道你差的那一点在哪儿吗？在哪儿？ 那一点在我，你只派白小棠去拦截赤王，那怎么够？所以你才会比预料的早那么多。如果你当时派我去的话，他们怎么可能在那个时候赶回来吗？看，答不上来了吧？若依姐姐，你来评评理。哎，雷无节呢？啊，我帮你去找他。若，你说。 看看你，每次都要把人吓跑。坐下来吧。我昨晚想了一下，终于是想明白了。其实你是因为害怕我遇到危险才不让我去的吧？对，你因为我陷入了太多次险境。
天启城这边的事马上就会结束，你到时候也可以放心回到雪月城了。但你也看到了，要不是我，你们早就遇到危险了。而且，你要是再不喊上我，我可就真的生气了。我生气你懂的，那你们到时候可就更危险了。萧瑟，其实不回雪月城也没关系的，只要能与你待在同一个地方，是哪儿都无所谓的。萧瑟，听到没？听到了。什么？大家长死了？昨日在赤王府附近，苏家家主苏沐雨、雷无节，望城山的李凡松、飞轩，以及雪月城的天女蕊，联手伏击了大家长。大家长被暴雨梨花针所伤，死在了苏沐雨的手下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殿下息怒。暗河的其他人呢？城中暗河其他势力都已退却，只留下了几个被制成药人，藏在了密室当中，未被唤醒。该死的！你去传2封信，一封给男爵，萧楚河敢放出男爵使者入天启的假消息，说明他已经知道我和敖玉那边有联系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形势便只能快了，让男爵在那个最好的时间动手吧。只是，什么是最好的时间呢？当义父入城的那一日，便是最好的时间。所以第2封传到木良城。这么着急叫我回来，到底所为何事？我们收到老堂主的来信。阿爹，洛清扬出城了。是的，5日前，洛清扬离开了木良城，奔着天启的方向来了。以他的脚程，岂不是很快就到天启了？洛清扬是赤王的义父，一定是赤王让他来的。看来赤王想直接撕破脸皮，让孤剑仙来攻城啊！哎，萧瑟，这孤剑仙在5大剑仙中实力如何呀？比起当日的赵玉珍，他只强不弱。不过洛清扬这个人生性孤傲，不会轻易听从赤王驱使，一定是赤王叫他来带走什么人，他定会全力出战，这才是最麻烦的。他要带走谁？宣妃娘娘。江湖上倒是有些传闻，说洛清扬对师妹易文君情根深重，可惜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宣妃2次改嫁都没有选择他。孤剑仙的境界已经到了半步神游，我们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要不我们写信给阿爹？3城主离不开雪月城，无双城又紧盯着雪月城的一举一动。如今2大城主都不在，再走一个，仇视雪月城的势力就会动。看来还是得靠我们自己啊。通知无双城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，也是他们最好的机会。是。殿下，孤剑仙来天启挑战，怒剑仙前辈不是在吗？为何还要去找无双呢？虽然大师傅和孤剑仙
同为5大剑仙之一，但是真比试起来的话，大师傅想要取胜，还是很难。可若是连怒剑仙前辈都不是对手，那无双城的小城主就更不可能战胜孤剑仙了。他若是受了伤，殿下岂不是损失了一员大将？若消息是真的，无双真的可以完全操纵无双剑匣的话，那么他与孤剑仙还有一战之力。不知他们会作何打算？他们，我相信楚河一定也在想他的办法。何人敢来雪月城捣乱？哦，你就是那个无双城的小城主。城主就城主，为什么加个小字？果然是宋叶回的狗徒弟。走！此人剑术精妙，竟然在师傅之下。这便是传说中的御剑之术。我方才悟出6国之术，还不熟练，怕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住手！无双城主，你来到雪月城，难道是想找我一战吗？期待已久。银霜、青霜、风萧、绝印、杀生、破解、红叶、蝴蝶、绕指柔、玉如意，去！这10柄飞剑，恐怕还不够看。那再加上这2柄呢？好，忙！司空城主觉得如何？虽有一战之力，却无一胜之机。我明白了，那便先战胜一战，再寻一胜之机。多谢司空城主。你来到雪月城，难道就想给我展示一次飞剑吗？我得令要去天启，此去无归期，便想表却一些心愿。此行来到雪月城，一是想见一下司空城主，了解我如今的实力；二是想见见落霞仙子。说什么？这是表白？不是小孩子了，大人给的，你也都能给。这话我怎么听着有点奇怪呢？你脑子被打坏了？我没坏。这么漂亮的美人，天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我要是没有动心的话，我脑子才坏了呢。我是你师傅。所以嘛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我记性不好，但这诗不是这么念的吧？我早就看你这臭小子有点奇奇怪怪的，但是我没想到你的胆子居然这么大，敢这么跟仙子讲话。你知不知道，当年有多少青年才俊是这样跟仙子讲的，都被仙子给打跑了。不过你说的也很有道理啊。怎么了？徒弟难道就不能跟师傅在一块儿吗？嗯？你给我闭嘴！你跟他说，我不去。有些事情，一辈子只能等一次，上一次放弃了，就不会再有了。师傅说的对。哎，臭小子，嘘，闭嘴！看来燕子有回时，
爱卿无归日，替我师父遗憾一下。告辞。客官，店里还有吃的吗？真是对不住啊，客官，厨房早就停火了。我看那位姐姐那里还有些吃食。客官，3思3。这位姐姐，我一路奔波，有些饿了，能否分我些吃食？你可知，即便是和我关系最亲密的同门，也不敢和我坐在一起吃饭。为何？因为我擅长下毒。你所喝下的每一杯酒，都有可能是穿肠毒药。无妨，伙计。哎，客官来了。酒杯。有点意思。今夜的月色这么好，姐姐一人坐在这里饮酒，是在想什么伤心事吧？有意思啊，无双城小城主。你认得我？我认得你这剑侠。你可知我是谁吗？我记性不好，师兄可能跟我说过，但我不记得了。我是暗河穆家家主穆雨墨。原来如此，素闻暗河穆家美女甚多，今日一见，传言不虚啊！真是个惹人怜爱的小孩子。我若是再敢往姐姐身边靠近1寸，姐姐就会折断我的手脚吧？那你试试啊！我可不敢。来吧，姐姐，咱俩喝一杯，顺便聊聊你眼睛里的那个人。哦，我眼睛里那个人。是什么样的人，能让姐姐你念念不忘呢？你有没有听过一首诗？一潭流水一潭月，半入江风，半入云。九江琵琶城内，他以3道暗器名扬天下。唐门唐颜悦，冠绝榜上的高手。对，当年这世间谁不知道他的名字？即便是隐退多年，再次重出江湖，依然是唐门之首。姐姐，我想听听你们的相遇。我们的相遇？我们的相遇，从我第一次杀他开始。第一次？我一共杀过他3次。第一次我和他，我有些想去见他。事情都已经了了，你随时可以去了。事情都了了？昌河的尸体在外面的马车中，我们将他送回暗河，然后就解散暗河。到时候，每个人都可以去做他想做的事情。你是苏家家主苏沐雨？你不认得我，却认得他。18剑阵神乎其技，很想见识一下。无双城主的剑是好剑，而我的剑只是杀气，并不值得一见。我们暗河已经退出了这场争斗，我与城主的这一战没有必要。雨墨，我们走吧。小无双，下次再见面的时候，希望也能听听你的故事。那姐姐记得来无双城看我，让一个暗河家主来看你。小无双，你可真可爱。就像这位哥哥刚刚说的，你们很快就不是暗河了。
既然不是暗合，那苏家主所说的杀气也就成为剑。期待和苏家主一战。此行你要去天启吧？是的，天启。天启城中有许多好剑，此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甚至可以见到这全天下最好的一柄剑。最好的剑？无双城城主独自一人去雪月城，听说那个新任的少年城主已经可以熟练地使用无双剑匣了。江湖传闻他是去挑战司空长风的。不可能，无双城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去雪月城动手。这些江湖人妄图去揣测2位城主的心思，实在是可笑。说起城主，另一位城主也出城了。他是去往天启了。他是赤王的义父，此去天启，应当是给赤王坐镇的。雪月城这边，大城主还未归来，2城主身负重伤，3城主迫于江湖局势未能出城，倒是没有人去助阵。谁说没有的？唐门便可去助阵。唐门？我们和雷家堡暂时没有缓和的可能性，但与雪月城的结盟不可轻易放弃。而且，我看好那个叫萧瑟的孩子。今晚约好，启程吧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在房间里好好疗伤吗？是啊，我还说把早饭给你送过去呢。受点轻伤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吃吧。你怎么也来了？因为他来了。是怎么回事啊？在这站了半天了。孤剑仙洛清扬，师从天启影宗，乃萧氏皇族的隐秘护卫。后影宗覆灭，如今世上的影宗弟子只剩2人。另一个是宣妃娘娘。没错，洛清扬是影宗最出色的弟子，后做了先帝的贴身影卫，救了先帝很多次。先帝为表彰他的功勋，临死之前送了他一座城。洛清扬选了西边最荒凉的木梁城，据说是为了练他的凄凉剑。凄凉剑？对啊，凄凄凉凉，生来无父无母，同门师兄弟都死光了，心爱之人嫁了2次，却跟他没什么关系。你说这样的人凄不凄凉？怎么回事啊？你说他一剑把天启城牌匾给斩下来了？是啊，那个骆统领一剑就劈下了牌匾，直接拿着牌匾去了千金台，吓得千金台所有人都跑了，就连那个屠二爷也溜了。天启城的牌匾一共被斩过3次，第一次是北离开国皇帝萧绎在破开城门之时，由于剑气太过于浩瀚，一剑打落；而第2次，则是60年前剑仙白羽救下那名被挟持的弟子时，一剑劈落，以此来警示天启城的人。第3次便是这一次。哎，那他为什么要拿着牌匾去那千金台啊？他这么做是因为那里聚集着3教9流，能够第一时间把他回到天启的消息传开。他除了斩落牌匾，还说了什么？一路上都没说话，一直到最后，重重把牌匾往地下一蹲，就说了4个字：问剑天启。义父只说了这4个字。是的。我写信求义父过来，他真的来了，却没和我说是以这样的方式。侯爷，现在怎么办？你是禁军大统领，
别人把天启城的牌匾都给砸了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应该杀头，一刀砍死。好啊，那赶紧去办。哎呦，我的侯爷，那可是孤剑仙洛清扬，我认识他10年了，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就不是人，那是怪物。我让禁军和虎门郎以他为中心围了几10个铁桶，那又怎么样？他若入这宫门，我拦得住吗？若一人一剑便能杀得了北离之主，这天下早就乱了。哎呀，李都统这分明是看不起老道啊！国师，您来我就踏实一些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他真的想杀皇兄，还砸什么牌匾？啊，还在门口喊什么“问剑天启”，直接杀进皇宫便是了。问剑天启，这句话的含义可不简单呐。这一次洛清扬来，其中一个目的，就是要问一问剑。他是5榜牌的天下第1剑客，可是许久都没出手了，谁知道他还是不是真的天下第一？天下剑客想知道，他自己也想知道。那他还有其他目的吗？洛城主，谢先生。没想到我来到千金台，见到的第一个人会是你。是我的荣幸。强兄，你的凄凉剑成了？小有所成。哦，难怪啊！以前天下问剑于你，这一次你有所成，问剑于天下也不是不可以啊。我只是很好奇啊。谁会被你问剑呢？我原本最想问的人已经死了。你是说玄剑仙赵玉珍？可是你还在。我？哎，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只是个读书人。哎，你看我的剑，就叫万卷书。哼。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我很敬重先生。哎，这客套话就不用多说了，惭愧啊，惭愧。哎，江兄，你这一次来就是为了问一问剑？问剑是一个心愿，我会在这里待3日，待天下剑客前来向我问剑。3日之后，我要杀一个人。带走一个人。你想等的百里东军，他不会来。你想带走的人呢，也很难带。至于你想杀的人，冒昧的问一下，你想杀谁啊？哇，哎！好一柄九歌剑啊！嘿嘿，强兄啊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哎，你急着走吗？哦，我本来是可以再多待一会儿，但是我是怕有人等不及了，我更怕他误会，以为我在跟他抢对手呢。这个人啊，脾气不好，武功又高，嘿嘿，我得躲躲。你看，我没有说错吧？哼！战天兄，许久未见了。我的剑来了，你问吧。公子，这怎么回事？公子，刚才听守门的说，他们发现了一柄奇长无比的飞剑袭来，直接就把咱们的牌匾斩落在地了。看来是冲着我来的。是，公子。
走，快拿走！快，走。有人传来消息，说第一个问界洛清扬的已经出现了。定然是怒剑仙。萧瑟，想看热闹是吧？啊，那我们赶紧走吧。走吧。雷无极，你能让他安静点吗？又不是我故意让他这样的。两位剑仙在这打架，这柄世间剑心至纯之剑，自然会有些激动嘛。萧瑟，我让你带的那个夯号，你有随身带着吗？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？那我今日就放心了。你好歹也是枪仙的女儿，怎么相信一个吉祥物？哎，你们说，我们过来花了一炷香的时间，聊天又花了一炷香的时间，他们俩怎么还不打？是在等人齐吗？你以为剑仙打架都跟你一样，他出一剑你躲一下，他再出一剑你再躲一下，然后等你一个回身再刺，然后我就纵身一跃，抬手巨剑，剑开临门，只见万千剑仙从天门而出，举天之剑当头刺下。嘿嘿，你们两个搭在一起都可以说评书了。几位的心情看起来不错嘛，啊？谢先生。哎，我刚才问了洛清扬来天启城的目的，他说他问见天启3日，3日之后他要带走一个人，也要杀死一个人。要带走的那个人，自然就是他师妹宣妃娘娘。至于要杀的那个人，我猜应该是我。什么？他要杀萧瑟？所以这热闹还有那么好看吗？现在立刻回去让积雪传信给雪月城，让阿爹来助我们。别急，不是还有3日？萧瑟，萧瑟，你早就猜到了吧？还是先看剑吧。问见天启3日，是在施压，证明他已经无敌于天下了。3日之后，他再要做什么，便无人可阻，无人可挡。看来怒剑仙来此，不只是为了问剑。他也承担了白王府的重托，但若是能胜过洛清扬，洛清扬这无敌于天下，便是个笑话。他要带的人带不走，他要杀的人也杀不了。师傅，严战天怎么还不动手？严战天的怒剑式只有3式：一怒拔剑，一剑怒斩，一怒剑回。对于那些不必要的对手，他是轻易不会使用怒剑式的。可是对于像洛清扬这样的对手，他必须要使用怒剑式。既然只能用这3剑，他必须得养够了气势才行。来了，啊！洛清扬想剑不出鞘就打败严战天，还真是太嚣张了。出剑！这就是严战天怒意最盛时的样子。真是一场精彩的对决啊！只是，最后谁赢了？好问题，谁赢了？一身转战3000里，一剑曾当100万师。以输赢论此剑，俗了。
大师傅，大师傅辛苦了。技不如人，虫儿。大师傅这次没能帮到你。无妨，大师傅没有受伤就好。大师傅，我现在就派人送你回府休息。那你呢？我再留下看看。多加小心。经此一役，天启城白王府的气势，回不到当初了。没想到，竟然是白王先动手。他先动有好几个原因。朝堂之上，原本支持白王的那些高官，因为萧楚河的回城开始摇摆。内厅中最大的助力长策剑也被大剑杀了。江湖之上，唐门不再支持他。这一战，若是白王能赢，那么拥有真正意义上天下第一坐镇的白王府，将力挽颓势。那白王不会发现这一点吧？白王不是傻子，可他又是个傻子。他居然开始看重自己和萧楚河那虚无的兄弟情谊了。他先动手，是不想给义父杀萧楚河的机会。雷无节，别冲动。我2位剑仙师傅不在，我替他们下去问剑洛清扬有什么问题吗？再说了，他不是要杀萧瑟吗？不能让他气焰那么嚣张。还没到你逞英雄的时候呢。无双城无双，前来问剑。哎，无双兄弟，又见面了，你得好好打啊！放心，我会全力以赴的。听说无双城出了一位新城主，年轻有为，但没想到会年轻到如此地步。想不到啊，这无双城主也来天启城了。是我要他前来的。你要无双进城，是觉得他能胜得过洛清扬？无双城一直在等一个机会。我也在等一个机会。前辈，请赐教。能见到无双剑侠，落毛有幸。前辈也知道无双剑侠，据说我天生就是剑胚，也有人说。以剑论道。好嘞。12柄飞剑，无双城100年颓唐，终于出了一名剑仙。前辈过奖了，去。飞剑术确实是一门绝妙剑术，但作为一名剑客，若手中没有真正握住一柄剑，终究还是会差了几分火候。你若将你师傅的断水剑借来，或许能坚持得更久些。握在手里的剑，我也是有的。大明朱雀，他这是做什么？大明朱雀和那12柄飞剑都是鬼剑师打造的，需要以血喂养，所以大明朱雀还有另外一个名字——魔剑。果然是把好剑。杀了这个无双，我要这把剑。糟了！无双没能控制住大明朱雀，反而被剑给控制了。我无双怎么可能被柄剑控制？骆先生，如何？好剑，值得我出剑。
相见。为什么我看他出剑有些难过？国殇之剑，凄凉剑之最。洛清扬最强剑法。何谓国殇？战场之上，无勇而死者，照例不能炼以棺柩，葬入墓狱，也都是被称为殇的无主之鬼。你们知道洛清扬为什么会选择木良城吗？昔日的木良城作为西面雄关，曾有10万大军服侍此地，他们的国家打了败仗，仓皇离去，只剩下那些战死的将士们曝尸荒野，无人收敛。直到100年之后，化为尘土，此之殇便为国殇。和之凄凉，能抵国之凄凉。这便是传说中的剑士吗？那我便斩九歌，破凄凉。无双城有你这样的弟子，是他们的荣幸。前辈之剑，不似人间之剑，晚辈大开眼界。他们俩这是战平了。终究还是败了。你若再修炼10年，或许你手中之剑真的可以胜过我。可惜了，今日便要死在这里。洛清扬要杀他。他居然这么快就上钩了，杀了他！无极棍。我原本以为洛城主能有这样的修为，定是气宇不凡之人。可适才面对这样的良才美玉，洛城主又为何要赶尽杀绝呢？我自有我的理由。可今天这个人，你杀不了。我原本以为洛城主能有这样的修为，定是气宇不凡之人。可适才面对这样的良才美玉，洛城主又为何要赶尽杀绝呢？我自有我的理由。可今天这个人，你杀不了。二哥，带无双走。多谢。我应该谢谢你们。走吧。你就是萧楚河。我听说3日之后，你要带走1人，并且再杀1人。你要杀的人可是我呢？正是你。但不应当是今日。我给了3日时间问剑天启，你拿的是棍，没有资格参战。那我呢？新剑。你是李新月的后人。雪月城雪月剑仙李寒一，雷家堡雷门双子雷轰门下弟子，剑心种新剑传人雷无节前来问剑。你个傻子，你不会觉得前面称号越长越厉害吧？好。哎，等等。等什么？前辈已经接连战了2场，并且2位对手实力都不凡。前辈虽然现在看上去并无大碍，但我相信体力一定与一开始有所不同了。我无妨。别说了，前辈有心让我，但我却不能接受。我辈剑士人人心诚，岂能愧对于手中之剑？刚才前辈不是说要在天启城多待几日吗？那么3日之后，等前辈休息好了，我们再来此地问剑。
我前辈，告辞，3日后见。走，快点儿！来，雷无极，你疯了！你怎么可能打得过他？雷兄啊，你看上去单纯懵懂，其实还是挺聪明的。怎么说？刚经历了2场精彩对决，顾剑仙的神采在众多剑士中堪比神人。可当气势正旺，顾剑仙想要求剑却无人问答，雷无极却冲了出来，一顿插科打诨，还立下了3日之约，把气氛扫得干干净净。顾剑仙想要营造的高手求败的感觉，就荡然无存了。还是叶姑娘懂我。那3日之后怎么办？雷无极，你又该怎么办？今天上场的这3个人，我一个都打不过，尤其是那个顾剑仙陆清扬，差距很大。你还知道？但是他一剑斩了永安王的牌匾，这是在示威啊！不管我们去不去挑战他，他都会上门。与其让他主动找茬，还不如我们先挑战，至少这样还能什么？还能出个名白。哼，你可真是个妙人啊！啊，无妨，没什么大碍，好好休息一下就行了。多谢先生。谢谢先生。小无双，小无双，这些都是我从萧瑟的药房里带来最上好的补品。你也知道，他这个人小气得很，搞到这些可不容易了呢。你是来求教的，废话少说，直接问。你是想问洛清扬的剑？哎，是的，这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你说我也不可能把剑法现在练得比他还强，但是我要从他的剑术里面找弱点，就能从弱点出发，出奇制胜，一招制敌。好，你问。那我就问问你啊，他这最后一剑是从什么地方攻过来的？4面8方。好，那个时候他的剑气何处最盛，何处最弱？无处不在。那这就没法聊了呀！这的确是这种感觉，跟洛清扬对剑和其他人对剑不一样。我们站在那片空地上，我却感觉我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。那个地方是属于洛清扬的，不对，是属于洛清扬的9个剑法。风是凄凉的，四处是苍茫的，我耳边隐隐有一个人在唱歌，而我有一瞬间很想哭。这便是剑仙所谓的剑势啊！他一剑便能画出一方天地，在那天地之中，他就是主宰。那就没有办法能破剑仙的剑势了吗？每个剑仙都有自己的剑势，这就相当于一个小世界。你要想打破这个小世界，便不能顺其剑意而为，而是要反其道而行之。孤剑仙的剑势就是有那股凄凉之气。我明白了。孺子可教，竟聪慧至此。什么方法？我骂死他！这凄凉之剑，重在剑势。国殇剑一出，四面悲风，这是壮士高歌之时。此时气氛一到，我暴起怒喝：“呆！洛清扬，你这个老匹夫！你说你这个老匹夫没事来天启城瞎晃悠干什么？天启城发生的事与你何干啊？你早不来晚不来，非得现在才来，你还问见天启？天启城同意了吗？你把那牌匾也打坏了，你知道那牌匾有多贵吗？你给我滚吧你！”先生，你说我这么一骂，他还凄不凄凉的起来？凄不凄凉的起来？其实雷兄说的这番话，我觉得也是有一些道理的。谢先生，你不用顾虑这个傻瓜的情绪，有话直说吧。我不是安慰他，如果真的按照雷兄这么说去做的话，那么那股凄凉的剑势，的确是容易被挫败。
当然了，骂归骂，骂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，也不可能骂人就能骂成剑仙出来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了，你们家的剑心诀讲究的就是垂养剑心。若是你能够闭关2日，以纯粹的剑心修其一剑，也是有一线机会的。先生说的对，我也正有所考虑。那我们先行告辞了，3日之后还请先生前来观剑。嗯。哎，萧瑟，你说我给我那套剑法取个名字就叫骂剑诀怎么样？骂着骂着就把剑仙给赢了，是不是很霸气啊？但是我觉得我骂的也还不够霸气。你文草，帮我想想吧。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吗？啊，他可是冠绝榜上第1名的剑客，不输白柳东军的绝世高手。所以我需要2日专心养剑嘛。哦，对了，萧瑟，我昨天只跟他说了3日之后见，却没说什么时间。算了，那我就干脆后天傍晚再来，这样多给我时间养养剑。你听懂我说的话了吗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没疯，我有我的剑，也有我的骄傲，我去学养剑心去了。这次看我一剑成名。去吧。走这儿。他要入剑心。不错，当年新月姑姑便曾养剑7日，最后1人1剑杀入法场。那他这样对抗洛清扬，有几分胜算？1分。比我想的还好些。都不到。你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了？萧瑟，你应当劝劝雷无节。昨日无双差点死在顾剑仙的手下，他若知道你们的关系，想必要下手的更重一些。雷无节好歹也是雪月剑仙的弟弟，5大剑仙情谊深浅各有不同，但总归还有些惺惺相惜。就冲这一点，洛清扬应该不会对他下死手。这个傻小子，明知道要吃苦头了。或许这一战对他有益吧。若依姐姐，洛清扬再强，也不过只是一个人，更何况在这天启城中，要杀萧瑟，真的这般简单吗？萧瑟不希望别人因为他而受到伤害。洛清扬是来找他的，那他应该负起这场战役的责任，这是他从小到大的选择。但我们也可以有我们自己的选择吧。阿姨，你怎么突然从剑仙冢回来了，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呢？我怎么睡着了？你怎么突然反问我了呢？现在天气转凉了，当心染了风寒。哦，怎么样啊？在剑心冢那边，功力恢复得如何呀？已经恢复3成了，不必担心。剑心冢的消息太少了，我实在有些担心，就想回雪月城待一阵子。梦见他了？此刻若有他在的话，或许天启城的事情会变得简单一些。毕竟是我们雪月城的女婿了，应该替我们去打洛清扬。我听说洛霞她走了。骆明轩突然对师傅表达了那种情谊，他这个当师傅的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所以他就选择了一跑了之。那骆明轩呢？也追着他一跑了之了。总会知道的。这师徒相恋在江湖中虽然也曾出现过，但毕竟还是很难被人接受的。爱情中总需要一方先勇敢一些，只要有一方愿意勇敢，那他们的感情总会走到一起的。他就是那个比我还要勇敢的人。你说的那个他，是指骆明轩，还是赵玉珍？
可如果当时勇敢的那个人是我，现在会不会结局就不一样了？阿姨呀，都是过去的事情，就不要再提了。天启那边怎么样了？这次我们不能去助他们战洛青阳，那他们该怎么办？我相信萧瑟，他从蓬莱岛回来之后，我跟他聊过一次，他说他有一步棋，这步棋一定是洛青阳都没有想到的。萧瑟，军报，方才有军报传回天启了。什么军报把你慌成这样？男爵进犯我朝边境，1日之内已经攻下了我们3座城池。什么？偏偏在这个时候。是，偏偏他就是在这个时候。现在城中有孤剑仙问剑天启，边境又有男爵来犯，这一切又是萧雨的阴谋。嗨，别管是什么阴谋，我已命琅琊军全军戒备，准备连夜赶往边境御敌。想不到，前不久还兵指天启的琅琊军，现在又要替北离镇守国门，军中老将应该有所怨言吧？怨言嘛，总归是要有的。可既然肩甲上画着狼牙，就要肩负起我们狼牙的意志。哎，这几日我虽住在城外军营中，但那个什么孤剑仙的事儿，我听说了。你不必担心我，我自有解决办法。你有信心？我听说那个怒剑仙和什么无双城城主都已经败下阵来了。对，所以我打算去钦天剑，让老天师为我开天剑阁。你要去求剑？不错。世人皆以为我是姬若风的弟子，传习他一手无极棍，就以为我的武功是棍法，但其实我的剑术凌驾于棍法之上。可即便是当年副帅，也没有办法突破那座剑阁呀。总得有人去试试。你来守国门，我来定天启。你要开天剑阁？对，麻烦国师了。今日为何你那位雷小兄弟没有来啊？若是到了关键时刻，得有人替你护法才行啊。国师不愿替我护法吗？实在惭愧，自打海上仙山一战，老朽便受了重创。原来如此。我来。你怎么来了？国师，他入天剑阁，我来为他护法。好。怎么，前几日才说答应我一块儿，现在又自己单独行动，说话不算话。来来来，殿下这边请。这儿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？千洛姑娘去过剑心冢，这简直跟那儿一模一样。难怪啊！先代剑心冢冢主曾经来这里参观，后来便回了剑心冢，造了跟这儿一模一样的剑阁，只是没造那道门。因为他即便造出了这道门，也造不出这门内的那个事物。萧氏子弟萧瑟前来天剑阁求见，请赐教。这么简单？100年前，花罗公主的佩剑落花剑，据说花罗公主生前最喜欢俊秀小郎君，故而单靠长相也能收获颇丰。
嫂，我一直以为你只会棍法，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。这是什么剑法？这是北离开国大皇帝萧绎所创的列国剑法，只传萧氏皇族子弟。大开大合，霸道无比，非天赋绝佳者不能修炼。这列国剑法分为4句：绝生、破风、惊龙碎天。大多数人穷其一生，也很难练到绝生境。100年来，在此剑法上成就最高的是琅琊王萧若风，练到了破风境。加上落花剑，这殿下一共取了9柄剑了。哼，你这是要把我天剑阁掏空吗？这9把剑只是个彩头，我真正要什么，国师应该比谁都清楚。即便是琅琊王，当年也没有能打开这道门呐。若论剑术，我比王叔更强。金龙一剑。萧瑟，你先进去，阵我守着。东家小心，等我回来。父皇，很奇怪吧？你为何会在剑阁中见到蛊？这剑阁如此玄妙，想必我是入了什么奇门法阵了。哼哼哼，你倒是一如既往的淡然了。看父皇的脸色如此康健，声音如此清朗，倒像是我心中的那个父皇。你很聪明，因为蛊只是你回忆里的那个父皇啊，是你曾经敬仰，到最后恨之极致的父皇啊。难怪啊，在我入阁之时闻到一股淡淡的檀香，看来我中的正是心魔幻阵，所以我的心魔竟然是父皇。旧案已平，往事已了，难道一切真的已经结束了吗？你依然放不下，为何那日你没有鼓足勇气，强行自己杀入法场，与朕彻底的决裂？我确实因为这个选择而自责。你恨蛊，当时恨，现在也恨，未来也还会继续的恨下去。旧案已平，只是琅琊王不会再回来了，你失去的那些东西也都不会再回来了。杀了蛊。
是心魔患者。可惜了，以惊龙破门，以剑斩心魔，可天斩剑还是拒绝了你。为何？当你以剑斩心魔时，我本看到你的天下之志，可心魔之后，却又困于情义之间。这样的人，如何应天？如何斩天？这是你的束缚。我的束缚。能握天斩之人，就不应有这样的束缚。若真是如此，那我也拒绝天斩。等一下，这么多年，你是唯一一个可以走到这儿的人，我愿意给你时间，再无见解。这一杆枪，整整为你坚持了3个时辰。3个时辰？可我感觉在里面才过去了半炷香。其中玄妙我也未知。只是殿下，这道门一旦关上，就再也打不开了。你此次取剑未成，与洛清扬一战，只怕是凶多吉少啊。此剑注定不归我，他所认为的束缚，却是陪伴我一路走到今日的事物。这与我的道相差甚远，此剑不要也罢。况且我并不认为靠着这样的道能打败洛清扬。既然打不过，殿下也可以退。退？我能退，天启不能退。我曾退过一次，后悔至今。所以这次我绝不退。不仅不退，还要比我那些朋友们先行一步。哎，师傅，雷无杰不是说今日要来问剑吗？怎么到了现在他还没来？他是在修养剑心，沉浸的时间越长，最后出的那一剑也就越强。所以现在对他来说，连一刻喘息的时间都极为珍贵。哼，拖延并没有用，3日之期一到，
义父也会主动去找萧楚河。更何况，萧楚河也从来不是一个会选择退的人。有人来了。天启、萧瑟前来问剑。列国剑法，萧瑟带着9把剑来，竟是为了用列国剑。萧瑟选的剑都是1等1的好剑，只不过这9柄，谢先生觉得还够用吗？那得看这个列国剑到了哪一层境界。来的居然是你！你的那位拿新剑的朋友呢？新剑一瞬，应该留给最纯粹的比试，他无需来。我与你一战。列国剑法破风镜，没想到此生还可以再次见到萧氏皇族占得天下之剑，荣幸之至。去往之何处，空将一剑血。再来！列国剑法确实不错，但只是破风还是不够。那就让你再看看这条金龙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萧瑟太会无双城的飞剑术？不，这不是飞剑术，那6把剑只是为他的剑术所陈皮。我若是没有猜错的话，这是金龙镜。报君黄金台上意，提携玉龙为君死。好一条金龙！金龙诀，果然不同凡响。我已出金龙，也想见见先生的国殇。如君所愿。就是这一剑，无双就出在这一剑上。天时对息，威灵怒，炎杀尽息，气元也。对，你个老匹夫啊！在家躲了10几年不出来当缩头乌龟，自以为练成什么绝世神功就跑来天启城找茬，这事跟你有关系吗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问见天启，天启答应了吗？你撒天启城的牌匾，我们萧家人同意了吗？这不是雷无节的骂剑诀吗？唱什么悲歌？就你凄凉，就你苦闷，就你难受，天底下的人谁好过了？我呸！你个老匹夫，赶紧给我滚！谁都知道你是来找谁的，你那个师妹不也就够了？哼，这凄凉之意居然就被破了。你还不让我骂？我就骂你，我就骂你个没种的胆小鬼！喜欢一个人和他是不是天下第一有关系吗？有关系吗？我说够了！他把义父惹怒了，可这一剑，并不是凄凉，而是愤怒。
很好。这么多日来，你还是第一个逼我用出这一剑的人。是李魂，他终于踏出了那座城。什么是李魂？凄凉剑最强的一剑，能出李魂，说明洛清阳已经入了神游玄境。剑心一瞬。小子，你这家伙怎么不等我自己偷偷跑来了？这是抢我大宝的扬名机会吗？养剑3日，剑心一瞬，这一剑很强。但是你还有第2剑吗？天启四守护之东方卫，青龙雷无极，不退！天启四守护之西方卫，白虎击旋，不退！天启四守护之北方卫，唐泽，不退！天启四守护之南方卫，朱雀，司空天洛，不退！既然你们都不退，那就去死吧！跨越小天气，中学不完美语系，泪花最将断戈壁。初出茅庐青涩不可及，风无展翅苍茫之躯，无所谓是个错综布局，我天机皆金丝的谜题。起落困境里蜕变出豪汉勇气，不忘江湖路上历练成功侠义，画一笑便是灵犀高歌行万里。少年梦出了路程，很艰辛镌刻年轮，越方未曾遇伤痕，想闯荡才算人生。方寸间冷将激扬青春，破岁月中人，天涯凌云中所能是你我并肩又一生。吾乃绝世剑仙洛清阳，我要问剑，可有不服？我要问剑，可有不服？是师兄来了。我不服！你已经拒绝我，为何此刻如此动摇？如此少年，杀了确实可惜。我还没死。最后一枚剑断了，占天下之心，不如守天下之志。看来是我狭隘了。
是什么东西？是有一剑划破长空。什么样的剑能有这样的威力？莫非是又来了一剑仙？那是天斩剑，10大名剑之首。怎会如此？洛城主想无视伤势，继续一战，至少有1半人会死。这样你想带的人就带不走了。现在轮到你做选择了，顾剑仙，洛清扬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怎么会这样？圣上邹行次驾崩了！不要喊！圣上邹行次驾崩了！你喊什么？都抓起来！驾崩了！圣上驾崩了！皇上驾崩了？没有，别慌，还有一息尚存。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？是中毒？中毒？我明白了，他早就料到我会这么治，他就想让我这么治，他想让圣上死，他想让圣上在这个时候死。师父，我们还没有输，圣上还有一息尚存，我们还有机会。说，谁让你这么做的？大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宫内传来消息，陛下驾崩了。什么？是洛清扬。我刚才感受到九河剑出手凶厉，的确是为了杀人而去的。但是在皇宫之内遭到了一股极强的力量阻拦，并且折返回来。
宁德帝或许没有死，或许被其他人杀了。重儿，无论此事是真是假，我们必须马上离开，回白王府。为什么？你看下面的洛清扬，看他的眼神，我从未见过洛清扬这个模样。莫非是他刚才耗力过多，所以已经走火入魔？他若入魔，定会杀死我们这里的所有人。殿下，到这里便足够了。今天的天启城还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夜晚。他已经入魔了，快点离开这里吧。先生，有一会儿天启城陨落，求您先去救天启城，无需管我。你说什么呢？请先生答应我，先救天启城。师兄，你来了。火阴宫，宣妃娘娘来了。我来了。来了就好。就是来的有点晚。瑟瑟，萧瑟，侯爷，李统领，外面怎么样？还不到半个时辰，天启城之内到处都在传皇上驾崩了，还有人杀人放火。现在天启城大乱，宣妃娘娘还打伤了禁军，离开了皇宫。宣妃娘娘？是，此次天启城暴乱，我相信一定是有人刻意为之。侯爷，禁军我需要再带走一些。好，李统领，天启城就靠你了。属下告退。我刚收到白小堂的消息，南城起火了，一群不知从哪里来的人开始烧杀抢掠，北城也有暴民发动暴乱，京兆尹府已派人镇压，但是根本控制不住。西边的烟炮房也被人点燃了，附近的百姓正在四处逃离。正如萧瑟之前所说，天启城必会大乱。好大的一局棋，但他这局棋还差最后一子落下。他会来永安王府。萧瑟怎么样了？快去安排布置，庄内各方派人把守住了。好，我去安排。太好了，父皇没事，消息是假的。无论此事是真是假，天启城的百姓都已经相信是真的了。不行，我得出去帮助李统领平乱。不许去！大师父，我与无双均在对剑之中受了重伤，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守住着白王府。你若去了，便是落了他的圈套。大师父。
萧楚河如何了？入了永安王府，就再也没出来。咱们布局多年，今日一朝棋子皆出，他们怎是对手？只是那白王带着他府内高手正在外面平乱，加上卢剑仙，给我们造成不少麻烦。上下两军那边得到消息了吗？过了这血之夜，明日晨起，他们就会入京，恭迎殿下登基。好。可据宫里传来的消息，父皇还没有死，最多熬不过今晚，请殿下放心。那今晚我们要做的事情，就只剩一件了：杀死萧楚河。师傅，快！拜托小神医，哪怕治不好皇上，也拜托你让皇上撑过今晚。拜托了。好。换一个。师妹，抱歉，我来晚了。师兄，我随口开玩笑的，你别当真。我本以为，待我养剑养得足够强大，便可天下无敌，届时就可横扫天启，将你带走。只怪我自己太自负，太无知。江湖人杰辈出，怎会因你一人而停下？如若我可以早些明白这些，你我便不会一个困在孤城，一个困在囚笼。师兄这次来，是想带我去哪里？你想去哪里，我便带你去哪里。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想要去哪里。我已经太久没有看到过外面的世界了。还没出嫁的时候，在家闲不住，有时间就想往外跑。父亲曾经说过我骨子里带风，注定一生奔走。造化弄人，我竟在这宫里一困就是10几年。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自由了。师兄，还有一件事，我想带着世儿和雨儿一起走。好。小嫂，我记得你上次像这样躺在我面前。
1年前，我背着师门偷偷离开，最大的愿望就是提升剑术，提高境界，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像我师父那样厉害的人，然后在江湖上行侠仗义，扬名立万。很快，我便遇见了萧瑟、吴昕、师姐，还有大师兄。我的伙伴越来越多，遇到的对手也越来越强。那个时候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在我有能力保护天下之前，我一定要保护好我的伙伴。可是大师兄死了，萧瑟一次又一次的受伤。起初我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，可现在我却只能坐在这里。这种感觉还是第一次有，很愤怒，又很无力。其实你坐在这里也是一种保护。你看，前面就是大门，后面是萧瑟住的房间。想要进入这扇大门的人，就势必要经过我们所在的地方，而你就守在这里，他们就要掂量掂量，是否能够打败你，或者如何打败你。你是他们不敢轻易闯入王府的理由，你还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吗？其实有你在，我安心了许多。你看，我心里也是害怕的。别怕，我一定会好好守住这里。有我在，谁也别想伤害你们任何人。你也受了不小的伤，应该抓紧时间运功疗伤。这么守在这里，实在是没有太大的作用。离开仙山以后，他就再也没有受过这么重的伤。而且萧瑟晕倒之前的那句话让我很不安。什么叫做先救天启再救他？放心吧，我会尽快让他清醒过来的。虽然我的武功5年之内也没有办法再恢复了。我来。5年、10年，就算我再也不能用武功也可以。我和他是同一个师傅，修的又是同一门武功，所以可以助他。千柳姑娘的好意心领了，还是去门外等候吧。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还你一个清醒的萧瑟。那就多谢积雪姑娘了。我以后再也不跟你作对了。快去吧。真是个傻丫头。哎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突然有了一种没有萧瑟就不知道做什么的感觉。以前还总是嫌他烦，但只要有他在，咱的事儿总是能成。这就是萧瑟，总能给人一种信赖感。其实要做什么都不难，谁来了把谁砍了就是。哇，还是师姐威武霸气，有你在，我都不是最直接的那一个了。臭小子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骂我。哎，师姐，你怎么看起来像刚哭过？柳姐，你说萧瑟应该真的不会出事吧？柳姐，都怪你乱说话。哎，我开玩笑的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。我听说六哥和孤剑仙对剑的时候受了伤，我特意来看看你。他没事，王爷请回吧。我人都来了，你们也不请我进去坐坐，这就是永安王府的待客之道吗？放弃吧，
你们下午已被我义父所伤，根本不是吴昕的对手。同学，可你们别忘了，我的义父是骆青阳。小嫂，你的伤……积雪把一身内力都给了我，现在昏迷过去了，但给了我一次再战的机会。梁无节，身上有伤别硬撑。我没事，我们先去把吴昕给救下来吧。萧雨，你找我，我在这。不愧是那个总能给人带来惊喜的萧楚河。萧雨，这次你真的过分了。过分吗？只要你还活着，我可以做出更过分的事情来。你就这么恨我？从小到大，因为你的存在，我的武学和财富在诸皇子中只能排第2。稷下学宫里，你入学便是祭酒门下弟子，我勤修武学，而你17岁就入了逍遥天境，名扬天下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知道，我想要出头，就必须除了你。后来，你离开了天启城，我也终于获得了我的成就和瞩目。那真是一段让人怀念的时光。短短4年之后，你竟然又出现了。千金台之眼，你把所有人都逼了过去，连父皇都亲自到场。琅琊军兵变，眼看着已经打进了皇宫，你偏偏3言2语就把10万大军赶走。孤剑仙，问剑天启，你伸手都能引来天斩之剑，向天下昭示你就是天选君主。六哥，你都做到这个份上了，居然说我过分，这合适吗？笑话！难道就因为别人比你优秀，你就要害人吗？本王跟你们不一样，甘愿屈居人下，听人差遣。本王要做人上人，谁敢挡本王的道，本王就要除掉谁。那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，要打便打吧。六哥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萧雨啊，你今天跟往常不太一样。哦，哪里不一样？你这个人从小到大都比较冷静，不爱表露内心。可你现在把内心的话都说出来了，说明你很不冷静。我做梦都在想这一天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我当然按捺不住我的兴奋，因为你马上就要死了。是吗？就靠我这个朋友？是啊，看着你被自己最好的兄弟杀死，可真是令人兴奋呐。那个风华绝代、算计人心的吴昕，为什么会失算成为药人？他若想逃，什么地方拦得住他？他若愿死，谁又能把他变成这副模样？天启城里能够为他铺后路的人是谁？他能够信赖的人又是谁？是我，还有雷无极。你猜的不错。我选择你们，的确是有我的原因。雷无极，用无敌伏魔神通。好。
这套拳法当初是你教给我的。雨儿，母妃，瑟瑟，我真的好想抱着你大哭一场。这世上怎么有那么多无奈啊！一个个敌人打也打不完，我们这边非死即残。大敌当前，哪那么多废话？我打不动了。看来还是你我一战。白日里那一剑，是天时所成，剑意所致。此时此刻，我不是你的对手。可是还有我。哎呀，为什么我这次出场，又是在如此危机之时，救人于危难之中啊？这难道或许真的就是天命？我无心命中注定，就是那天神临世，万丈光芒般的存在。臭不要脸！不错，救出我的果然是你们二人。心魔隐，大自在秘法神通，练得不错。是大自在天下无敌伏魔神通。哎，那当时随便起的名字，你记得还挺清楚。诗儿，你竟然……母亲，你走了又回来，是要带着我这个兄弟吗？不是，师兄，你带雨儿走。娘娘，事到如今，一切已经没有那么简单了。萧雨想杀我，争抢皇位，我不在意。但是他害死了我的朋友。他今晚发动天启之乱，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。他甚至勾结男爵，入侵北里，又让千万百姓流离失所，家破人亡。今天没有人可以救他。你是要杀了雨儿吗？真是太令人感动了！我终于是那个被选择的人了。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我都没有做好准备。不过母亲，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要离开天启了？还有你，不要一副以为自己赢了的样子，还没结束呢。师妹，我猜你是想以这东西
胁迫我和孤剑仙为你杀人吧？他居然给他的母亲也偷偷下了要人之书。玉儿，你大逆不道！殿下，师兄住手！你怎么会知道？在那日见到母亲之时，我便已经知道。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心甘情愿落入你的陷阱，被制成药人？我不懂药蛊之术，所以只能让自己身陷囹圄。降妖为魔，6根清净。退！云起。诗儿。好，真是令人感动的母子重逢。果然，你心里只有那一个家庭。你走吧，带着你这个儿子走吧，一辈子也别回天启城了。愚蠢！师妹今生若不是因为你，根本就不会过得如此痛苦。你还如此的去伤害她。师兄，文君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可顾虑的？义父，你这一生痴爱母妃，自然是会为她说话。好，我就让你听听那些陈年往事。当年师妹和叶鼎之已经逃出了天启城，他们隐居在姑苏城外，但却又被人骗回了天启。你想想，是什么让他放下了眼下的幸福，而又重新回到了那个牢笼里面？是你。我。当年有人假传我的话，说你在天启染上重疾，于是他连夜赶回天启。也就此，他被困在天启，引发了魔教东征。而第二次，我本可以带他离开天启。可他又拒绝了，是因为他跟萧若锦做了交易，要保住吴昕的命，也要保住你皇族的位置。这些话不过只是托词罢了，都是托词。我曾无数次的说要来到天启，都被他拒绝了。因为他看穿了你根本就不想放弃你皇族的身份。这么多年来，都是他在为你隐忍，在为你承担。你以为全世界都抛弃了你吗？愚蠢！是你放弃了所有人。萧雨，你总是扮演一个受害者，其实你得到的宠爱也很多。我母妃早逝，你所拥有的一切，都是我向往的。可你执着的，想要与我争抢的，都是我最不在意的东西。师兄，尽快带雨儿走。师妹，可这个畜生，他对你下毒。娘娘，做错事就一定要付出代价。萧瑟今天就是一死，也不会放萧雨离开这里。我可以不杀他，但是他必须去大理寺。
由父皇定罪。原来我这一生是最大的笑话。殿下，老七，事到如今还是不服吗？只有自己先看不起别人，才能不被别人看不起。女儿，殿下。下雪了。那是七弟吗？他怎么会在那儿？七皇子今天在稷下学堂与其他皇子打架，被升上罚跪。七弟虽然调皮，但一向知分寸，为何会无缘无故的打架？因为七皇子不服气功课成绩排在六皇子后面，结果被其他皇子嘲笑。有皇子拿宣妃娘娘的事来说话，七皇子一怒之下，哎，六皇子。你就是我的六哥。有一天我会赢你的。